农村大龄剩男的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呢？现在农村啊出现了大量的未婚男青年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居然有人建议开放国际婚姻，让国内的男青年啊娶俄罗斯、越南、巴基斯坦柬埔寨的媳妇儿。这个建议一提出来啊，网上立马就炸开了锅。有男网友表示越南媳妇儿是特别勤快的，不用买房买车，确实很适合过日子。农村的彩礼、房子、车子随随便便一算都需要掏空家里所有的积蓄。那这个婚农村男青年他实在是结不起的，所以只能把目光转向了国外的女子。可很多的女网友呢，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外国女子语言文化都不通，娶回来呢很容易产生家庭矛盾的。男性同胞不能只看成本而是要看看合不合适。双方呢就各抒己见现在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但是国内男性大量外娶已经成为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了。这个数据是根据中国民政统计年鉴公布的一组数据男性外娶已经大大的高于了女生外嫁的数量。造成这个局面的最终原因还是因为国内高昂的结婚成本造成的。外国媳妇儿呢又以越南、柬埔寨、缅甸那边的为主。来中国之后我们的一个普普通通家庭在他们眼里那都是十分富裕的，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嫁到中国来哪怕就是嫁到农村也可以。越南在今年居然还正式将汉语纳入到了学校的必修课，以后会说汉语的外国人将会越来越多，这样沟通障碍自然就消失了更加有利于跨国婚姻了，对吧？所以说外娶这件事情其实是大势所趋了，这个就是文化交流和经济环境整体格局决定的，并不取决于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人群的个人意志。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善于对比的。既然国内的人家娶不起，那可不就找国外的了吗？问问我们的男粉丝们，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他不图你的钱，难道会图你的老吗？有些有钱的大哥真的挺悲哀的。前段时间有一个很有钱的大哥来找我50多岁快60了他就想找个30岁以下的姑娘，提出来的要求就是姑娘最好呢感情经历少，长得漂亮，学历好，身材还得凹凸有致的那种，愿意多给她生孩子的，不在意对方的家境收入学历这些，只要他的思想比较简单就行。重点呢是一定不能太物质了。结果他近期相了20多个30岁以下的姑娘了，无一例外都跟他打听钱，打听财务甚至呢提过转账礼物什么的所以呢他说他一个都不满意他觉得现在的女孩怎么这么现实。那我也不太理解他你自己可以图女孩年轻漂亮，那年轻漂亮女孩就肯定图你的钱就不行吗？你都50多岁了嘛，你怎么用你的外在去吸引这些小姑娘呢？她不可能图你老，更不可能图你抠门对吧？那反过来说，就算真的有那种只图人不图物质的姑娘那人家既然图的是人，那为什么不找个年轻的男人呢？你说你可以靠自己的内在魅力和自身的能力来吸引这种小姑娘，你也说了你能接受他们花点钱，但是呢就不能接受那种只图钱的。那我说你想多了人家就是图你钱。你想想你自己年轻的时候，你身边要是有个女同学嫁了一个大她20多岁的离异男人，你会觉得你的女同学是图那个男人什么呢？这点事情你心里没点数吗？与金钱相比在这种年轻姑娘的眼里，你就是老了，不要太高估自己的人格魅力，好不好？大家说对不对？为什么大多数的相亲女生在态度上都是很冷淡的呢？这个呢是最近一个88年的男生他分享给我的。他说他相亲3年了就没有见过几个女生是主动积极的，好像一个个都像公主一样的高高在上等着你去追求她，搞得自己现在都没有谈对象的心气儿了。结果呢他因为百思不得其解嘛，他就大胆的去问了几个之前跟他相过亲的姑娘为什么要对男生这么冷淡呢？结果他得到了几个完全震碎他三观的答案首先，女生们认为主动那是男生的事好吗？大家都是陌生人，难道你让一个女生对你主动吗？那能有几个女生做得到呢？那得有多喜欢你才行是你找老婆你自己不主动，难道你指望老婆自己送上门来吗？他们认为回复信息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吊着点胃口，特别是相亲认识的男的，不能回应的太快了，一定要故意晚一点回。比如说男生晚上发信息，一定要拖到第2天才回他。如果被问到了，就找个借口搪塞一下不就行了吗？
再说到见面哈，一定要推脱2、3次才能答应他出来见面。目的呢是为了让对方重视自己。见了面如果不吃饭、不看电影，甚至没有见面礼，那女生也会默默的给男生扣个抠门的帽子的，美其名曰我又不缺你这顿饭我也不缺你这点礼物不过就是想看看你的态度罢了。实际上他就是想蹭饭他就是想收礼物如果谈了一段时间，男生表白的话，也不能一次就答应了不然呢显得自己很廉价呀，怎么也要表白2次以上才能答应的他觉得这可能就是现在的女生惯用的相亲套路。总之反正听完了这一套说辞以后他真的很震惊原来女生们都是这么想的呀，太不可思议了，难怪现在这么多的单身女性就这样能嫁得出去吗？那才怪了呢。这不那几个跟我相过亲的现在还单着呢。你知道找老婆要避开哪几种女人吗？现在我就分享几点给你们基本上就不会让你在婚姻的问题上踩坑了。第一点，你一定要看这个女人能不能跟你同甘共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她就来分一杯羹；当你的事业失败的时候呢，她很有可能就跟你离婚了，分走你的房子、存款和孩子。一个事业走到了低谷的男人，这个时候还要面对这种女人给你人生雪上加霜，没有人受得了的。其实呢，判断这一点并不难，你只需要跟这种女人说你要破产了。如果她是一个把物质看得特别重的女人，那她不会继续在你这里耗掉她的时间的，这种女人坚决不能要的。第二种就是性格太作的女人，心里想什么她永远不会去跟你沟通的，总是让你猜。这种女人真的特别累你就想一想谁天天没事琢磨她脑子里在想什么呀？一吵架就跟你提分手她就算是跟你结了婚，也会动不动拿离婚威胁你的。你就要不断的用挽留来证明你对她的爱，不管对还是错只要你们吵架了，永远都是男人来哄她，不哄就说你不爱她然后呢把男人的耐心都磨光耗尽，你们的感情也就磨完了完蛋了就。第三种女人呢，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女人。这种女人她特别的情绪化，一句话说不对就翻脸了，那翻脸比翻速度快，上一秒她可能还兴高采烈的，结果下一秒呢就可以跟你干仗了。在她的认知里，男人就是得顺着她，让着她，一切都要以她为中心，那才叫男人，那才叫爱她。如果娶了这样的女人呢，你就等着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吧，弄不好呢一哭二闹三上吊。如果你们还有个孩子，这日子怎么过下去第四种呢，公主病现在太多这样的女生了，哪怕到了40岁，她还要回家跟父母撒个娇呢。跟男人相处呢，你什么都得照顾她一切都得围着她转才行。她只负责貌美如花，你必须负责赚钱养家。除此之外还得会干家务，会哄她。人家只能做十指不沾阳春水的贵妇，一个男人娶了她呀，那就是娶了个祖宗回家，你得伺候好动不动就是那句话，我得给你生孩子，你不得对我好点吗？你要跟他结了婚那可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所以一个女人适不适合结婚，就看看这几点绝对不耽误你完美避雷，认可的给个小红心再走吧。现在呢，我经常听到一些女孩会说爱情值几个钱呀？但是如果真的让你嫁给一个有钱的但是你又不爱的男人，你会幸福吗？那天我听到2个姑娘的谈话她们呢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嫁给哪个男人会更幸福。这个 A 姑娘她现在有2个选项一个呢是自己很喜欢的男孩，但是这个男孩呢家庭比较普通，另外一个男孩呢家里很有钱是个富二代，但是呢不是她特别喜欢的类型。父母呢就更希望她选择这个富二代，她身边的朋友闺蜜呢有劝她选爱情的，也有劝她选金钱的，更有人劝她2个都不要选最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又有钱的。但是她现在自己比较倾向于选择富二代。那所以问题就来了呀，如果你真的要嫁给一个有钱但是你又不爱的男人，这是个很大的决定的，它的风险是比较高的这样做真的会让你幸福吗？来，我分析几点。首先
金钱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它真的只能解决物质上的问题。金钱有很多他买不到的东西，比如说爱情啊，对吧？比如说心灵上的空虚和孤独感呢。当一个人的物质需求达到一定饱和度的时候啊，他就会犯贱了，他就会开始不知足了啊。人都是凡胎嘛，这个时候就会有精神需求了啊。他在对方的身上找不到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出轨的很多，离婚的很多。其次当一个有钱的男人在婚姻当中他感受不到你对他爱的时候，他可能很快就醒悟了，你不爱他，他能感受不到吗？那么他只会做出一些防守甚至进攻你你还有可能被羞辱被扫地出门呢。这些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你有没有想好呢？人性都是具有两面性的，他可以捧着你，也可以换了你最后我想说的是不论你嫁给普通男人还是嫁给有钱的男人，都不一定会很幸福的。穷人有穷人的问题，富人也有富人的毛病嘛，对吧？能让自己幸福的只有自己内心真正的丰盈了，那真的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幸福一定是双向奔赴的一种快乐，而不是一方在付出一方在索取。大家说对不对？最近呢，有一个32岁的女生来找我说想要找一个平凡可靠的男生可是为什么这么难呀？感觉自己懵懵懂懂就过了32岁了。刚开始她工作的时候呢就对相亲不太上心的，打算把她的精力放在工作上，觉得自己还年轻。可是当她回过头来看身边的朋友和同事的时候，甚至那些原本追求过她的人都已经婚姻美满了，而她呢仍然是孑然一身。每天除了完成领导给她的任务，就是做饭啦、弹弹琴啦、练书法啦、打打乒乓球啦。虽然过得也挺充实的，但是她也开始感觉孤单了她希望能找到一个靠谱的人，一起工作，一起学习，聊天还可以各自追逐自己的兴趣爱好，两个人在一起吃吃饭，谈谈心，这样的日子也挺幸福的。但是现在想找个这样的普通靠谱的男生，怎么都很艰难呢？你们说他该怎么办呢？可是说来就有点好笑了大家都在说要找一个普通人，一个靠谱的人就好了。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你找个工作好人品好的男生，你可能又要嫌他长相普通；你找个长相好的学历好的情商高的男生，可能你又觉得他财务上比较拮据。或者呢你找个年龄小一点的身材高一点的人品好一点的男生呢，他可能又不够稳重成熟。真心话在这个世界上全能的平凡人是真没有的。所谓的精英，他们也许就嫌你年龄大了，所以你想遇到那个你所谓的平凡的伴侣真的很困难。如果你是个不婚主义那倒无所谓的，自己开心就好了嘛。但是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可以共度余生的人呢，那你就不能太完美了，否则你只能碰碰运气了。大家说是不是呢？有女生问我说现在的男生谈恋爱真的是越来越不主动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人家男生不是不主动。如果你是个外貌很出众的女孩，只要你给男生一点点暗示他一定会不管不顾的来追你的。但是你看看现在的女生谈恋爱，他们都怎么在谈？有的一上来就跟人家说要多少彩礼，有的一见面就要求男生给她送礼物，有的交往3个月了还不肯承认人家是男朋友，还更有甚者交往好几个月了连手都不让碰一下的。你们一边在索取人家的付出，一边又把可得性降到了最低。不管你长得有多美，相处过程当中男人都会不断的评估到底有没有可能性。如果他得出的结论很低甚至为零的话，那男人很快就放弃你了。有的女生她那个朋友圈真是没法看的，不是在夜店蹦迪就是各种奢华旅游网红打卡点，要么就是各种秀奢侈品晒。话说人家那些高级名媛背个爱马仕那是人家的日常生活，而你背个爱马仕那就叫奢侈品。你懂我什么意思吗？有什么好晒的？不过是暴露自己的贫穷罢了。嘴上喊着要嫁人，找个正经人结婚，自己呢天天晒着袒胸露背的自拍伸着大长腿。我真没觉得你这样能吸引到什么正经男人。而一个普通男人，如果自己就是一个996打工人的话，每天除了吃饭他就得攒钱买房，基本上以上这种女生对他们而言完全就是没有可得性的，所以他当然不会对你主动的。就算那种有钱的大佬，他也看不上你这一类的，你信不信吧？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当男生呢对这些女生表示好感的时候女生总是反应平平，一聊天就反复终结话题。你没有表现出丝毫对这个男生的好感和兴趣，那人家男人又不是傻子，不管你是装矜持还是假慢热
啊，或者你真是没看上，那男生啊都会立马给你贴上可得性极低的一个标签嘛，所以然后啊他自然就会把你搁一边去了。这个就是为啥哈，经常有女生说，哎，怎么男人追着追着就不追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哈，很多性格活泼的女孩她极其受欢迎，甚至呢有的时候可以压倒那些长相身材都非常出众的女孩。这种女生很少出现在相亲市场的啊，就算她出现了，她的成功率也非常的高。你们是不是该向人家学习学习呢？大家说呢？提前冻卵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呢？89年的大龄女生哈，今年呢都36岁了，还有几年就奔40了，她能不着急吗？但是呢，我劝她哈放低一些要求，她就是不肯啊。她说父母培养自己20多年太不容易了，名校毕业之后在工作岗位上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而且自己一直都洁身自好，从来不跟男生乱来，规规矩矩的啊。说长相吧，周围的人都说她长了一张娃娃脸哈，一点都不显老，看着呢也就20多岁吧。经常呢还有比自己年轻的小男生去追求她，只不过她自己不喜欢年纪比自己小的，工作能力也平平的男生，对方至少还是要有一些东西高于自己，有吸引自己的点，才有动力继续接触的。我说那你觉得男生最能吸引你的点是什么呢？他说还是能力方面吧，比如自己在创业，或者是在某些大型的公司里担任高级管理类职务的，他呢一定得有一定的光环啊，能让自己有点仰视的。他说除了这方面他没有办法妥协之外，其他条件他都可以放宽。我听了半天啊，他这不还是在说经济能力吗？我真的很头大哈。为什么？因为在婚恋市场里，一个男人最大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他的经济能力。既然对方有那么好的竞争优势，恐怕选择的就不会是他的。于是我就直言不讳的跟他说啊，这样的男士啊，他们的选择面很大的，可能会选择更年轻的女生。结果他说，他选择年轻的女人不就是看中他们的生育价值吗？我3年前就提前冻卵了，应该是不会影响优生优育的吧。他还真把我问倒了哈。所以我也想问问大家嘛，你们能接受这种提前冻卵的大龄女生吗？来，咱们到评论区发表看法吧。大龄优质男人在择偶方面就是永远都没有尴尬期吗？不是的，王总今年47了哈，没有结过婚，自有公司，资产也是1个小目标以上的。按说呀，他很好找对象了吧？可是呢，从事实来看，好像也未必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哈，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选择，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想结婚啊。可是现在他年龄大了，父母呢也老了，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家了，并且要尽快生孩子了。可是呢，当他正经想找个女人结婚的时候啊，他却发现哈，现在的年轻漂亮的女人爱钱的非常多，也很容易找，但是呢，从他们的身上却看不到一点点的爱的痕迹，基本上呢都不是真心的，更多呢都是套路。他说哈，遇到过好多这样的，都是想着法儿啊从他那儿搞钱的，还有呢花着他的钱还给他戴绿帽子的。如果找年纪大一点的女人呢，40来岁的哈，可能呢真的能爱上他，但是他自己对老女人又不来电。于是他说哈，这可能就是因果轮回哈，报应了。年轻的时候呢辜负了太多的女孩了，现在呢也轮到别人来辜负他了，有意思了吧？啊，所以当一个优质男人过了45岁以后啊，优质男人他的这个择偶峰值啊就开始断崖式的下滑。如果过了50岁啊，基本上就为零了。可能有些人听我这么说哈，不服气。你想反驳我，可以到评论区说道，但是你且听我把话说完哈。有句话说嘛，男人至死是少年，所以他们永远喜欢那些18岁年轻漂亮的女人。当他们自身很优秀的时候呢，40岁之前基本上可以任意挑选女人，也可以得到很多女人真心的爱慕。但是当他们过了45岁以后啊，可能除了他手里那几个钱还能吸引小女孩之外，不得不承认，在年轻漂亮女人眼里，你已经老了啊，生理上的吸引它是不会有了的。你们服不服气呢？来，咱们可以到评论区啊喷两句。40岁的女人找对象啊要看眼缘哈，这个到底行不行得通呢？王女士呢是单身10年了哈，她说啊，年轻的时候呢谈过几段恋爱，那几个男朋友长得都特别帅啊，所以呢后来她找对象啊就特别喜欢找帅的，气质好的。但是过了30岁之后啊，基本上就再也没有遇到过很有眼缘的男性追求她了。这次她来我这里呢说的特别的诚恳哈，说自己84年的，今年啊都40岁了，是真的想结婚了啊，想有个稳定的家了，不想再挑了，眼缘呢只要过得去就行。于是呢
我们就给他介绍了一位相貌中等的男士，长相就属于不丑也不帅的啊，正常的那种，年龄比他大3岁，在城里呢有车有房，对他的情况呢也挺满意的。可是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啊，王女士就看了这个男士一眼就一眼，之后就再也没有抬过头了啊，眼睛一直就盯着自己的手机看，问一句答一句的聊着，大概过了20多分钟见面终于进行不下去了，在男士的极度尴尬中结束了后来我反馈嘛，说这个男士身高还不到1.7米，自己如果穿个小高跟鞋，恐怕都比他看着要高了，身高太不搭了然后呢，长相来说是不算丑，但是呢，他觉得这个长相也不是他能看得惯的那种。哎呀，我看眼瞅着这位刘女士基本上又要绕回到自己的世界里去了，可是没辙呀。于是呢，我们又给她找了一位身高1.78米，长相很周正还很有衣品的男士，是一位非常有气质的画家。这回王女士觉得特别满意，于是呢，跟对方见面也做了精心的打扮。这一回这个相亲气氛就特别的好，两个人在日料店谈得特别的开心。这一回呢，刘女士就跟我反馈自己觉得非常满意她还很自信的跟我说感觉这位男士对她呢应该也是挺满意的。于是呢，我就跟这位男士去沟通了嘛，结果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这位男士并没有看上她。那男士拒绝她的理由是，他觉得聊天过程当中呢，感觉她还是个小女生的心态，跟他40岁的年纪是极不相符的。那找老婆呢，还是想找一个心智成熟的女性。那大家觉得刘女士这种女人算是肤浅的吗？咱们到评论区聊一聊吧。最近我接触了一位北京38岁的优质高资产女士，2年呢，她相亲了100多位优质男士居然没有愿意跟她谈恋爱结婚的。说实话，我也挺替她遗憾的。最近她说不打算再相亲了，回归真我，不再幻想，一切随缘了。找个让自己扶贫的，她不甘心；找个势均力敌的呢，人家又嫌弃她年纪大，那还不如继续认真的搞钱来的踏实。最近呢，她就给我发来了一段话是这么说的。她说：姐我现在觉得自己已经熬到了一个人生新境界一个人喝茶，一个人散步，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书，没有电话，也没有邀约，没有聚会，也没有一些所谓的社交现在呢，为了保养自己的身体每天早睡早起，善待自己，无欲无求。现在的心情就是一种云淡风轻，岁月静好，不再那么在乎别人的评价了，只要随心而活就好，一切顺其自然，豁然开朗了。我说那我要恭喜你你已经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你其实已经活明白了，人一生要么就简简单单的活着，也是一种幸福，要么呢就入世，尝尽人间烟火，酸甜苦辣。只要我们自己不在别人的世界里兵荒马乱，也不要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怜自爱，就很好。大家觉得人到了这个年纪，是不是应该这么云淡风轻了呢？咱们到评论区讨论讨论吧。高质量的男性他们对待感情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呢？最近有个25岁的小姑娘找到我说之前呢在活动上她认识了几个挺优质的男生都在追求她。于是呢，她就有点慌了，不知道选哪个更合适所以呢，索性就都联系着。她跟这些男生呢聊了大概10多天的时间，分别跟他们见了一次面，吃饭看电影。但是就这样吧，她觉得特别浪费时间，因为她说分辨不出来哪个更真诚。于是她身边的闺蜜就开始给她出主意了说你就带他们去大商场，看谁更舍得给你花钱，不就都清楚了吗？这个蠢姑娘就真的按照她闺蜜的去做了。结果有3个男生都推脱了找借口走人。有2个男生呢根本就不进商场的门，说你要买东西你就去逛呗，我在车里边等你。有2个男生给她买了东西但是其中一个回家就把她拉黑了，说我们不合适最后还有一个就问她愿不愿意做女朋友还想亲她。这女孩就推开他说还没有想好呢。于是这个男生就说了，那你这还没想好呢，为什么让我给你买东西呢？咱们来看看现在的男生都成这样了。优质的男生他们不是花不起这个钱，他们只不过觉得相亲认识的陌生姑娘还不了解你的本质怎么样呢，在你的身上花钱那是一种风险行为。不管他有多喜欢你，他都明白一个道理，谈钱会伤感情，谈感情呢会伤钱，所以他们信奉公平的原则，我付出了，那你也应该有所付出吧饭也吃了，礼物也收了，那你说你没有想好是几个意思呢？我珍惜你的时候，你也应该珍惜我。我捧着你的时候呢，你是杯子，我一撒手，你就成了玻璃碴子了我可以惯着你，但是我也可以换了你
在他们的世界里啊，感情从来就是啊，你真我也真，你假我转身，你对我好呢，我涌泉相报，你要是和我玩套路啊，好吧，那对不起啊，套路嘛，我可能玩的比你还溜呢。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呢？我跟奶茶妹妹比差哪儿了呢？这是一个99年的小姑奶奶怼我的话啊，真的挺有意思的。她吧说实话，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就仗着自己啊上了个好学校啊，读书读的比较多，父母呢是企业里的高管，我就不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这种自信。就连她妈妈都说我家姑娘找对象啊，必须得找个好的，资产高的，综合条件啊都得过关，不然不嫁也罢。我们家条件又不差养得起她。就你们听一听这样的家长也真是自信过头了。他们到底有没有把奶茶妹妹的履历好好看过呀？跟人家能比什么呢？比长相，比颜值吗？人家可是差点就可以去做女一号的角色了，好吗？你能不能呢？你跟人家比家境吗？人家自己家里已经资产过亿了，父亲是集团公司的总裁，你怎么比啊？你跟人家比学历吗？人家奶茶妹妹可是保送的清华，你呢？你是吗？你跟人家比收入吗？章泽天现在身价1000亿，你说你跟他比差哪儿了？你自己说你跟人家比差哪儿了呢？算了没有被现实毒打过的人我懒得说这不前几天我就让他去参加了一次我们的高端相亲局，基本上呢都是高资产高学历人群，这个就是想让他去看一看那里边都有些什么样的女孩在跟他竞争，人家不论是长相身材学历还是家境都远远超越他。原本以为他去了之后呢，看看自己的竞争对手之后都是什么样的人，会有一点点的醒悟，结果让我很意外。人家去了这样的局并没有什么领悟仍然非常自信的跟我说，老师这么多男生我一个也没看上就有一位还可以。那我就很好奇这个小姑奶奶到底看上谁了？结果我一看那是一位连续创业从未失败过的精英人士，全球著名院校排前几名的高材生，关键是人家不但多金还长得帅。得我看这又是一个大龄剩女的坯子。大家觉得她这么找能嫁得出去吗？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真的是谁也看不上谁谁也不服谁都觉得自己呢是 No.1 他们各自对对方的要求还很多，彼此还不能达成共识你们就看现在的单身男女真的满地都是，但是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单着呢？他们是真的找不到吗？真的不是，主要的问题是现在的男女想法很对立，好多的问题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还三观相合呢。我看他们三观都不住在一个星球上你比如说男生现在他不愿意追求女生，因为追求就代表着要请客，要吃饭，要送礼，要发红包，要转账，还要跪舔，要讨好。大家都是爹生娘养的，都是父母疼大的，凭什么我就得那么惯着你而且现在追求女生的成本也很高现在男生都会算账了如果追一个女生需要3个月，平均一个月要花1万块钱的话，那就是3万了，一年下来10几20万，没准最后都没戏那这些钱不是都打水漂了吗？所以说男生为了降低他的损失他只会越花越少，甚至他不花了。这个就是为啥男生现在谈恋爱变抠了。他们说能处就处不能处就拉倒了，反正我这辈子只给3个人花钱，我妈、我老婆和我女儿。这话真的没毛病。如今追女生都变成了一场风险极大的投资，可能亏得一塌糊涂。总有一些倒霉的男人他约了很多女人，最后都没成。可是呢，约会、见面、吃饭、送礼这些钱全部都是他在承担那你们说这种亏本的买卖还有谁愿意干呢？但是女生的想法可就不一样了女生想的是，你追求我的时候不得拿点诚意出来吗？我不需要你那些虚情假意的嘘寒问暖早安晚安的，那都是渣男。我也不需要你给我画大饼嘴上说的再好听，也不如你拿点实际行动出来。如果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都那么小气，那以后结了婚那是不是更抠门这种小气的男人，我别说跟你结婚了，就连跟你谈恋爱的机会我都不给。舍不得给我花钱的男人，那说明他不爱我，那我还跟他交往什么呀？对吧？说白了就是得给他们花钱才行得通。还有吧，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女生总是想咱能不能多聊聊天找找感觉再出来见面吧。这天都还没有聊好见什么面呀？那男人想的可不是男人觉得那面都不见还聊什么天呀？哪有那么多天好聊聊啥呀？还有关于那件事情
女生想的是，你啥都还没有对我付出啊，你还想碰我啊，想白嫖啊，没门儿。就算你付出了一点，那我也得看你啊诚意有没有到位。就女生她有一种啊纯属是交易的感觉了。但是男生想的是啊，我饭我也请你吃了啊，礼物我也给你买了，转账你也收了，怎么碰一下都不行啊。哎，总之啊，我真的见过那种花了不少钱，最后连女生的手都没碰到一下的男生。最后女生都说不合适啊，所以呢，现在基本上没有男生愿意去追女生了。大家都应该知道啊，爱情其实它是双向奔赴的，互相看得上啊就接触，看不上啊就拉倒。你别用那些慢热、仪式感、什么礼物啊这些东西为理由，让男生一味的去为你付出，这个真的不叫爱，这个只是在索取嘛。你们到底弄明白了没有呢？啊，觉得我说的对了啊，给个小心心再走啊。最近呢，有一个粉丝问我啊，他说有多少女人离婚之后呢又想复婚的？其实这样的人啊还是不在少数啊，只不过呢要看他的运气怎么样了。之前我接待过一个45岁的女博士啊，事业有成，风韵犹存。她离婚了，带着16岁的女儿一起生活。她刚来找我的时候心气儿特别的高，要求找一个学历跟她差不多的，形象气质也得不错的，并且只接受比自己小5岁和大5岁之间的男士，身高必须得180以上啊，当然经济条件更不用说了啊，得有多套房产和7位数以上的存款。她觉得自己的条件很好，所以呢配得上这样条件的男士。她说她的前夫比她大15岁啊，现在呢自己正当年，但是老公已经太老了。虽然对自己也挺好的啊，而且知识还挺渊博的，内涵也很丰富啊，谈吐也很高雅，但是就是身体不太好啊，思维啊可能守旧了一些，总之在各个方面啊都跟不上了。所以呢他提出了离婚。这位客户啊，虽然我匹配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客户啊，所以我尽心尽力帮他找。刚开始啊他选人到了极致挑剔的程度，除了对方是博士学历之外，还要看对方的本科在哪儿上的啊，如果不是基本的名校啊，似乎也入不了他的法眼。又或者呢不是高级领导层或者大老板级别的啊，也是不成。总之呢挑来挑去的啊，结果是什么呢？那些能达到他全部要求的男士确实是有的，但是无一例外全部都拒绝了他，有的连面都不愿意见。后来呢他就把条件啊稍微降下来了一些啊，说要不然呢就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小一点的，条件呢也不如他的啊，但是呢那必须得长得好。于是呢我还真给他匹配到了一位这样的男士啊，1.80米的身高，硕士学历啊，在一家金融机构呢做管理的，也是离异的，比他小5岁。可是啊他们大概交往了半年啊，这个女士呢又过来找我了啊，说这个还是算了啊，不想继续交往了。我一问才知道啊，她说这个男士呢倒是愿意跟她结婚，对她呢也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啊，对方收入不高，消费方面根本跟不上她的档次，两个人出去吃饭也好，旅游也好，都是女士在掏钱。刚开始呢她是处于好感啊，都不在乎，但是时间一长啊，她就觉得这个男人除了这个皮囊啊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吸引她了。而且呢她越来越感觉这个男人就是想吃软饭的。因为最近有一次啊，这个男的接了一个项目啊，想让他呢投资几百万。虽然这些项目的真实性呢他背后做了调查，确实是真实的，但是他觉得对方的胃口太大了，如果投个10来万啥的啊可以帮一下，这么多钱啊他是不会投的。但是两人的关系突然陷入了尴尬，于是呢他就结束了跟这位男士的交往。经过这一次啊，他还是希望能找个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可是后来呢我又陆续给他介绍了几位，又是一样的啊，被人家拒绝了，全部都被拒绝了。就这么着啊，折腾了大半年，他终于累了，开始想念他的前夫，想念之前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了。他觉得呢前夫除了年龄之外啊，哪儿啊都比这些人强100倍。但是大家觉得他的前夫还能接受他回到身边吗？过了40岁的未婚女人啊，你千万不要来找我找对象了好吗？啊，我真的是怕了你们了啊，就没有一个啊，我感觉就没有一个正常点的。最近呢是有一个朋友啊，让我给他的一个远房表妹介绍个对象。我一听呢都41岁了啊，那还怎么找啊？找年轻的你不配了，找条件好的那你更不配了，找个离异的呢你可能还不甘心，找个年龄大的呢你可能还嫌人家老。总之过了40岁还没有结过婚的女人，不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基本上你这辈子都结不了婚。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不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好找，是因为啊他们这一辈子都在找那个他根本配不上的人，所以才变成了大领导。你们认同吗？
比如说他这个远房的表妹啊，身高1.6米不到，瘦瘦小小的，在一家国企里边做会计啊，长相很普通，人的性格呢也比较传统呆板。我当时看到他还以为啊他不挑啊，他只是因为没有渠道认识男性啊才单到现在的。结果并不是这样的啊，介绍的时候啊，我给他看了资料不下20个，条件好一点的他说自己配不上，条件差一点的呢他说不想活得太累了，条件合适他的呢他又要挑长相，没眼缘的他不想见，说这样他没感觉。后来终于联系上一位45岁左右的啊，在一家国企里边搞技术的男士。这位男士呢也是未婚的，就是个子不太高，长相呢确实不是他太能接受的那种。但是两个人还是见面了啊，当时说啊约在某个地方吃饭，男士呢还是挺绅士的啊，去接他下班，一起吃了饭。男士呢还开车呢把他送回去了，双方最初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可是啊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女士就跑过来跟我说啊，哎呀不接触了啊，问他原因，他说居然是因为男士问他可不可以做女朋友，他说可以，刚刚答应了啊，男士就想亲他，他说完全不想让他碰一下，感觉还是受不了啊，喜欢不起来。他说自己啊也知道自己年龄大了不好找，但是啊将就着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还是太难受了，而且他说他不太习惯让别人碰他身体，他会特别紧张。我当时真的是就很想问他，你是不是有病啊？不过我没问啊，这还需要问吗？然后我又给他介绍了一位离异的啊48岁的男士，长相身高和工作啊他都很满意，于是两个人呢又见面了。约会的当天两个人也是约到外边吃饭啊，结果两个人吃完饭又不欢而散了。我又问他为什么啊，他说这个男士摆架子啊，都没有开车去接他，感觉很不被尊重，男士有点高高在上。饭后呢这个男士也没有送他回家，他那个自尊心啊就开始强烈的跳动，坚决的不跟这个男人发展了。后来啊我就问那个男士为什么都不送一下女士呢，让对方感觉到特别的被怠慢。男士说啊当时是女士选的地方啊就在他自己住的附近，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去接嘛，自己开车开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地点之后啊，人家那是一脸的不乐意啊，拉着个脸给谁看呀，我们还什么关系都不是好吗？我看他呀全程的不高兴，我哪还有心情送他回家呀？大家来说说，都40岁的人了啊，还有一颗少女心，这可咋整啊？有的人啊，他真的能把一手好牌啊打得稀巴烂，恋爱他都谈不好，他还想结婚呢。啊，我这儿有一个27岁的女孩啊，说实话，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学历呢也不错啊，父母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只不过啊，真的太可惜了啊，这女孩吧，满脑子都是浆糊。我为什么这么说她呢？那前不久呢，她在我这相亲嘛，认识了一个男士啊，33岁的，硕士学历，家境呢也比较好啊，综合分数呢大概能打个90分。这女孩特别满意，于是呢，他俩就开始认真的接触了。按说呢，这个门当户对的孩子们在一起谈恋爱谈恋爱就很好嘛，对吧？这个物质方面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嘛，大家呢都能付出同等的东西，对吗？哎，女孩也不用太物质了，男孩呢也不用太抠门，是吧？结果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一开始接触啊，哎，女孩就跟男孩说了，我从小就没干过什么家务活，到现在我的房间还是我妈在收拾呢，更别说做饭做菜了啊，根本我就不会。她说她长这么大了，连一根葱都没摘过，所以呢，她希望以后家务活要么就男孩来做，要么呢就请个保姆做。然后关于孩子这块吧啊，她就更离谱了。她说她完全不喜欢小孩，如果非要生一个也可以啊，代孕行不行啊？最后啊，他还提了一点啊，结婚的话彩礼呢可以不要，但是呢得由男方啊全款买一套100平以上的房子啊，写双方的名字。他提出了这些东西吧，男孩呢没有表态啊，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但是啊对女生的印象说实话已经大打折扣了。而且这男孩吧跟他接触了2周啊，还发现这个姑娘啊消费方面啊非常的离谱，每个月他自己啊就挣1万多块钱，但是每个月的消费呢都是收入的好几倍。原来啊都是他父母每个月啊补贴给他的钱，他对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呢也非常的满足，并没有什么要继续努力上进的打算，嗷嗷的啊啃老族，啃得挺心安理得。最后是因为这个男孩跟他约会的时候呢，选了一个比较便宜的餐厅，不太合他的心意，他就觉得这个男生太抠门了啊，不尊重自己。而且席间呢，男生提出让他计划开支啊，规划一下自己的前途等等这些，结果就因为这个啊就生气了，回去就把男生给拉黑了。他说我不需要别人来对我的人生指手画脚。我说句大实话啊，很多的人都不太明白一个道理，你在任何一段关系里边，你都要懂得顺应人性。
你如果就跟你自己过，那没毛病啊，你想怎么过就怎么过。但是你要想结婚，你是找一个人一起过，那你就要明白，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婚姻对于大多数男人来讲，娶一个女人回家绝对不是因为我娶你回来我就是要宠你爱你然后我把钱都给你花我要为了你努力的去打拼，而是因为我需要一个女人为我生儿育女我需要有人做家务，我需要有人照顾小孩照顾老人。当然对于一个女人也是一样的，女人嫁给一个男人也不是想着我要去照顾他一生，我要去无私的奉献，而是因为这个女人她需要一个男人去爱她，去宠她，去为她遮风挡雨，最好钱都拿给她花。所以这个才是人性里边最丑陋的那一面。有很多底层的婚姻本质不是爱和付出，而是我需要我想要我的目的是什么，是索取，是我可以得到什么，是价值的一种衡量。所以你千万不要挑战人性，否则死路一条。觉得我说的对的呢，别忘了给我留个小心心再走大龄剩女最后的归宿是什么呢？真的不好说但是我知道他们为什么一直单身。8年前我就认识了一个女生那会儿她刚28岁嘛，除了长相之外呢，真的没有特别的长处了，学历也比较一般家境也很一般，关键是性格她还很粗觉得身边的男生都配不上她当年她来找对象的时候真的是巨挑无比的，照片看着没眼缘的 pass 身高不到1.8米的 pass 市中心没有2套房子的直接 pass 挑了几十个才遇到了一个双方中意的，结果就因为男生请她吃饭饭店离她的住的地方远了一点她就不愿意去，非要男生开车去接她才肯出来。饭菜呢不合她的胃口，满脸不高兴嫌弃这个男生情商太低了，不会哄女生，挑了个饭店都不合自己心意，于是她把这个对她最有诚意的男生给拒绝了。后来呢，她继续在相亲的路上走了很多年，仍然是单身一人，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不好总是每个相亲对象上她都能找到人家的缺点，一直拖到了32岁的时候。结果她那个时候看上了一个男生特别的主动可是男生对她呢却是不冷不热的，她找男生说话人家就跟她聊几句，她如果不找的话男生一次也不会主动找她的。所以这个时候她才开始渐渐的发现，只要是她看上的男生人家就看不上她，已经开始嫌弃她年龄大了。她第一次感觉到了结婚的压力，真正感觉到绝望是35岁的时候她发现同龄的男生都去找20多岁的姑娘了，关键的是这些20多岁的姑娘跟她的要求是一样的，那这个游戏还怎么玩绝对是死局嘛。最后迫于结婚的压力她把自己的要求一降再降用她自己的话形容呢，就是她已经降到最低了到极限了。现在她都是快奔40的人了，她跟我说如果时光能倒流的话，她一定会抓住那个28岁的时候那个傻傻的男生。虽然那个男生木讷无趣情商也比较低，但是现在想想找个单纯木讷的男生还真不容易，人生没有回头路了何必那么为难自己呢？你们说对不对觉得有道理了别忘了在评论区吐槽一下有好多的女生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莫名其妙的被捧杀了的。什么意思呢？就像一个人他中了一次彩票，他就觉得自己一定一直都能中彩票，这太可笑了之前我这里有一个93年的女生来我这找对象嘛她学历呢还挺好的是个硕士身材呢也不错，有1.68米的身高，但是短板也不少。首先虽然是身材比较好，但是呢她脸长得不好看皮肤也比较黑，总之呢不在大众的审美线上，而且呢她家境也很一般的外地普通农村家庭的孩子。可是他自己却非常的自信让我们必须给他介绍富二代或者创一代，还得长得帅最好是北京本地的。他说自己的前男友就是富二代，而且长得还帅，学历也高，谈了2年分手。我问他是啥时候谈的，他说是在大2的时候谈的，一出校园就分手了，说男生家里边不同意他俩交往。我一看他那个学校是个理工大学，而且他学的还是 IT 那我就明白了嘛，这个姑娘就她的长相可能在农村这个小范围里边呢还是比较出众的。就这么着长大之后呢，她又上了一个男多女少的大学，男同学追求她的必然就多嘛现在呢她还做着一个 IT 方面的工作又是男多女少的行业。总之呢身边的男生她都看不上觉得太普通了，还有比她年纪小的男生追求她都不同意。所以呢她自己认为自己真的是太出众了所以她的志向就是自己不能嫁给那些平庸之辈的，一定要实现财富的飞跃。所以我看她是莫名其妙的就被捧杀了嘛，她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把她放在美女堆儿里那真的是啥也不是。要放在高学历的堆儿里呢，那也再普通不过了。在北京吧，满大街都是硕士
啊。要论家境呢，那就更没有什么亮点了，甚至对于优质男人来讲啊，可能还有点减分。工作和收入就是普普通通的吧。所以啊，刚开始啊，我真的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自信啊，要找这么好的条件的男生。后来我明白了，还是没有自知之明啊，还是没有被现实打压过呀。于是我就劝他啊，尽量降低一点要求，找个各方面比自己条件好点的男生就得了。人家死活不同意啊，要跟我杠，非要那样找。后来啊，我给他介绍了几位啊，他认为很满意的男士，都是见了第一面就再也没有第二面了。好几个男士连微信都不跟他加。这姑娘在后来就问我嘛，她说为什么在生活中她能遇到条件好的男生追求她，可是呢来相亲了反而这样条件的人看不上她了。我很明确的告诉她啊，你不知道啊，在男人的世界里谈恋爱和找老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懂了吗？你知道找老婆要避开哪几种女人吗？有一个40岁的离异男士啊，再婚之后过得非常幸福啊。那他呢给我分享了几点他是怎么找老婆的。他说呀，根据他的经验啊，一定要避开以下这几种女人，基本上就不会在婚姻问题上踩坑了。第一点，要看一个女人啊能不能跟你同甘共苦，这个非常重要。他的前妻就是在他事业失败的时候啊跟他离婚的，还分走了他的房子、存款和孩子，事业走到了低谷的男人，这个时候还要去面对这种女人，给他的人生啊雪上加霜，伤口上再撒一把盐，谁受得了啊？他说其实判断这一点啊并不难，你只需要跟这种女人说，哎呀，我可能快失业了啊，我可能要破产了，我再也给不了更多的钱给你花了。如果是一个把物质看得特别重要的女人呢，这个时候啊她不会继续在你这里耗她的时间的，她可能一天都受不了。所以这种物质女人是真的不能要的。第二种呢，就是性格太作的女人，心里想什么啊永远不会跟男人去沟通的啊，总是让你猜。谁天天没事琢磨她脑子里想什么呀，一吵架就跟你提分手啊，这种女人啊，结婚以后就动不动会拿离婚来威胁你。男人要不断的用挽留啊来证明对她的爱，不管对还是错啊，只要是吵架了，永远都是男人来哄她，不哄就说你不爱她，你要是不哄啊不挽留啊，她就不肯罢休，然后啊把男人的这个耐心啊都磨光光啊，最后你们的感情啊也就磨完了。第三种女人就是情绪不稳定的女人，这种女人特别可怕啊，她非常情绪化啊，一句话不对啊，上来马上就提高嗓门，拉开跟你吵架的阵势。在她的认知里，男人就得顾着她，顺着她，让着她，那才叫男人呢，那才叫爱她呢。如果娶了这样的女人啊，那必定是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如果有了孩子，这个日子还怎么过呢？你们说是吧？第四种啊，巨婴女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妈宝女、公主病。现在太多这样的女人了，哪怕走到了40岁啊，她还要回家跟父母撒个娇呢。跟男人相处呢，你什么都得照顾他啊，他在家里啊只负责貌美如花，你必须负责赚钱养家，你还得会干家务，会哄他。一个男人娶了她呀，就娶了个祖宗回家，那没辙呀，谁叫你娶了他呢？那你就得伺候他。人家说了，我是女人得给你生孩子呀，你不就得付出一切吗？看看我爸妈是怎么对我的，你就应该怎么对我，那才是对的。所以啊，看一个女人适不适合结婚啊，就看这几点啊，一个不物质的，能跟你同甘共苦的女人，一个能接受你的缺点，包容你错误的女人，一个能给你温暖和理解，能把家里啊营造的甜蜜温馨的女人，一个愿意和你携手共进白头到老的女人，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你们说对吗？来，星星亮一个啊。